今天我们来聊聊海航这家曾经呼风唤雨的商业帝国是如何崩塌的，留下6000亿的巨额债务黑洞，又是谁来填补这个窟窿？答案看似简单，却令人唏嘘，最后还是由中共政府出手兜底，也就是全民一起买单。然而，海航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需要举国埋单的地步？它的崛起和衰落背后又牵扯出怎样复杂惊人的政商内幕？让我们把这个故事从头讲起。2019年之前，海航集团曾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巨头，营收高达6000多亿元人民币，仅次于华为。但20多年前的海航几乎是一穷二白。1993年，海南省决定成立自己的航空公司。当时海南刚建省不久，经济落后，80公里宽的琼州海峡阻隔了海南与大陆的联系，发展航空运输成了燃眉之急。海南省省长找到了一位关键人物陈峰。陈峰是一位具备航空和金融双重背景的人才，他曾留学德国学习航空运输管理，回国后在民航系统任职，又转行到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从事金融。这样的履历让他成为筹建海南航空的最佳人选。海南省政府只拿出了区1000万元启动资金，就注册成立了海南省航空公司。可以说，海航诞生时甚至连一架飞机都没有。在1993年的中国，民航业基本由国家垄断，地方财政也买不起飞机。陈峰手上唯一的资本就是政府发给他的航空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运营牌照。但他凭借这张牌照和3寸不烂之舌，展开了一场大胆的融资冒险。他游说银行，成功贷到4亿元巨款，还透过私人关系从民间筹集了2.5亿元资金。有了将近6亿元的启动金，海航立刻向美国波音公司购买了2架波音737客机，于同年5月开通了海口至北京的首条航线。令人惊讶的是，海航当年就盈利6800多万元，创造了民航业的奇迹。出战告捷后，陈峰更加善于资本运作，他把已购置的飞机拿去抵押贷款，再买下一架新飞机，然后又用新飞机继续抵押，如此反复，一架飞机反复抵押，来回薅羊毛。短短几年，海航靠着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法，迅速扩大了机队规模。对资源极度稀缺的创业初期来说，这种金融操作充满了风险和巧妙。陈峰用几乎空手套出了一家航空公司。正如中国富豪王健林曾说过的，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就是空手道，也就是空手套白狼。而陈峰无疑将这套商业空手道发挥到了极致。有了第一桶金和几架飞机，海航开始踏上快速扩张之路。1998年，海航引入美国投资大亨索罗斯，资金入股，进一步壮大实力。2000年至2005年，海航陆续收购或控股了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和机场，如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等，并将部分资产推向资本市场募资。例如2002年，海航将美兰机场推上香港股市上市，通过上市融资获得了银行数十亿元新增授信，用以购机扩张。此时的海航凭借不断滚雪球般的融资和并购，机队和航线版图飞速扩大。2005年，海航一口气向波音公司订购了60架先进的787梦想客机，准备大举开拓远程航线。同年，海航还首度执行了海峡两岸的春节包机任务，开始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两岸航线，影响力大增。在航空主业迅猛增长的同时，海航也开始大举进军其他行业，塑造一个无所不包的商业帝国版图。2003年，海航收购西安民生集团，首次涉足商业零售领域。2007年，海航成立了海航资本控股，拿下租赁、信托、保险、银行等多张金融牌照。之后数年间，海航的触角伸向物流、地产、酒店、旅游、商贸等方方面面。2008年成立大新华物流，并购航运公司和码头。2009年成立海航置业，进军地产。2010年前后连续收购多家百货零售企业，甚至开办购物中心，还创办了自己的酒店集团。短短10多年内，海航从一家地方性航空公司蜕变为多元化企业集团，业务版图涵盖航空、旅业、商业、物流、实业、机场、置业、酒店、
8大板块。用陈峰自己的话说，除了避孕套，其他的海航该做的都做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透露出海航野心之大，几乎无所不包。在扩张高峰期，陈峰为海航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2008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但陈峰认为是捡便宜抄底的好时机，提出所谓超级 X 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8000亿至1万亿元，跻身世界100强企业。2030年营收达到15000亿元，冲击世界前50强。为了支撑这样的梦想版图，海航在2010年代继续疯狂买，将触角伸向全球市场。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海航在海外展开了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收购狂潮。2015年至2017年短短2-3年间，海航在全球斥资数百亿美元收购资产，仿佛口袋里有花不完的钱。随便列举几笔轰动一时的交易。2016年底，海航以60亿美元天价收购了美国大型科技分销公司英迈国际，出价比当时市值高出整整 40%， 被《华尔街日报》点名为中国买家综合症的典型案例。意思是中国公司为了扩张，不惜高价疯狂买进。2017年，海航豪掷 22.1 亿美元买下了纽约曼哈顿寸土寸金的245号公园大道摩天大楼，又在欧洲增持德意志银行股票至近 10%， 成为第1大股东，花20亿美元收购了香港著名资产管理公司汇理集团约1/4股权，斥资 7.75 亿美元买下大宗商品巨头佳能可旗下的石油仓储物流业务 51% 股权，以及出价 13.99 亿新加坡元，约合近69亿元人民币，收购新加坡物流公司 CWT。 从纽约的办公大楼到德国的百年银行，从美国的酒店集团到瑞士的航空餐饮公司，海航的国际收购清单之长足以写满好几页纸。短短2年内，海航集团对外投资净支出高达5600亿元人民币。那时的海航集团风头无两，几乎买遍全球。同一时期的中国，还有万达、安邦、复兴等企业也在海外疯狂收购，但海航的气势尤其引人注目。到2017年底，海航的资产规模号称突破1万亿元，仅集团直接雇员就超过40万人。2019年，海航集团以6183亿元年营收，稳居中国民营企业第2名，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地产巨头恒大和互联网企业京东、小米的营收总和。在内部，海航员工享受着令人艳羡的福利，食堂里波士顿龙虾可以随意吃到撑，公司包机出差，员工出门都以我是海航系为豪。创始人陈峰更是被奉为资本运作大师，风光一时无两。从1993年白手起家至2017年巅峰，海航用了2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区几千万元资产到上万亿帝国的疯狂膨胀。然而，正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海航惊人扩张的同时，一个巨大的隐患也在暗中滋长，那就是累积如滚雪球般的债务。海航几乎每收购一项资产，都伴随着高杠杆贷款，每进军一个新领域，就建立庞杂的融资结构。当外界只看到海航买的风光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其负债表的疯涨。据统计，2015年至2017年3年中，海航每年都在大举借债，3年间新增的贷息债务合计约3668亿元人民币。到2018年时，海航集团的资产负债率攀升至 70.5%， 总负债规模高达7500亿元。如此庞大的杠杆已经远超安全范围。如果说海航是一架在高空疾飞的喷射客机，那么它早已超载运行，机腹下拖着沉重的债务炸弹。当时的陈峰或许也开始隐隐意识到问题，他在2019年罕见地反思道，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可以干的时候，祸根就埋下了。只可惜，这句迟来的反省为时已晚，海航疯狂扩张埋下的雷终于开始引爆。表面上看，海航的扩张是企业家雄心和市场机遇的结合，但如果深究背后的资金来源和政治关系，故事就没那么纯粹了。海航的钱到底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当年就令业界好奇。自有资本有限的海航却能凭借一纸航运牌照
撬动数以千亿计的贷款，秘密其实在于政府背书和金融骗术的双管齐下。一方面，海航从成立之初就带有官方背景，海南省政府是发起方之一，地方政府为了支持本土龙头企业，往往协调国有银行提供优惠贷款。陈峰早年能轻松说服银行拿出4亿，就是因为有政府做后盾。可以说，海航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各大银行的信贷源源不断，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般容易。另一方面，海航还非常善于利用影子银行和民间融资手段来搞钱。陈峰早年从民间募集 2.5 亿元启动资金的做法，其实就是日后海航融资模式的缩影。他们设法通过 P2P、理财产品、信托计划等方式向社会大众筹集资金。可以说，海航很早就在玩民间众筹，把普通投资者的钱也卷入自己的高杠杆游戏中。对于这些空手套来的钱，海航肆意挥霍起来，几乎毫不心疼。他们投资决策之随意、盲目，常常令人啧舌。据知情人士透露，海航看上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大项目，往往连1个月完整的尽职调查都不做。2015年短短3个月内，海航在欧洲连续完成了5笔重大收购案，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但每个项目的尽调周期最长只有25天，区3周多的时间，恐怕连把收购标的公司的账目资料看一遍都不够，更别说深入评估风险和长远战略契合度了。甚至还流传着这样荒唐的轶事：海航几个高管在一次下午茶闲聊时，不到半小时就拍板决定斥资200亿元收购一个文旅地产项目，声称要打造东方迪士尼。结果项目建成开业3年，旅客稀少，业绩惨淡，3年累计客流量还不及上海迪士尼乐园半个月的客流，血本无归。像这样的亏本生意，在海航的投资名单里还有很多，只是外界无从知晓。可以想见，此时的海航早已迷失在扩张赌局中，俨然成了在赌场红眼搏杀的赌徒，不断借新债还旧债，企图以更疯狂的扩张来掩盖过往的窟窿。更耐人寻味的是，海航这种种疯狂行径居然多年未受严厉监管干预，难免令人怀疑其背后有更高层的保护伞或利益相关者。2017年前后，中国流亡富商郭文贵接连抛出惊人爆料，直指海航的背后大金主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郭文贵披露了一系列文件和关系图，称王岐山家族透过几名白手套人物间接控制着海航的庞大资产，甚至把海航当作为高层权贵洗钱攒钱的工具。其中一个被点名的人物叫冠军，这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年轻商人，却在海航持股 29%， 一度是海航最大的单一股东。郭文贵爆料称，冠军实际上是王岐山的家族成员，替王家代持海航股权。虽然这些指控无从证实，但海航方面的反应更加深了外界疑云。2017年中，海航突然宣布，冠军已将所持近 30% 股份全部捐赠给一家新成立的慈善基金会。这家名为海南慈航基金会的慈善机构有趣地注册在美国纽约，而其管理层与海航高层关系密切。冠军从股东名单中神秘消失，只留下这家基金会成为大股东。如此一来，海航声称自己没有所谓隐秘富豪股东，只有公益股东，但国际媒体对此普遍质疑，这更像是一场障眼法，疑似将股份转移到境外，以掩盖真实受益人。也就在郭文贵爆料沸沸扬扬的2017到2018年，海航集团联席董事长、创办人之一王健意外身亡的消息，又为这场罗生门增添了一丝阴谋色彩。2018年7月，年仅57岁的王健在法国出差时，据称因爬墙观景不慎失足坠落，当场身亡。这起离奇的意外震惊了外界，一个身家亿万、位高权重的企业家，怎会像游客一样爬上一处古老城墙并摔下致死？法国警方调查后排除他杀可能，认定是意外。但由于王健正好去世，在海航财务危机和政治风波的节骨眼上，各种猜测迅速传开。有人怀疑他是畏罪自杀，也有人相信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灭口。毕竟王健长期主掌海航财务，被视为公司最知密的人之一。
他的离世令很多内幕可能永远无法公开，种种传闻虽无确证，却让海航背后政商关系的迷雾更加扑朔迷离。总之，在海航帝国巅峰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资本狂欢和权力角力的双重故事。一方面是企业家借助杠杆和政商关系疯狂做大的传奇，另一方面则是高层权贵暗中布局，借企业平台输送利益的阴影。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将海航推向了失控的边缘。一旦外部环境稍有变化，这座建立在沙丘上的财富巨塔便摇摇欲坠。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监管当局终于对包括海航在内的几家疯狂对外扩张的民企收紧了融资渠道。银行被要求减少对高杠杆企业放贷，企业海外投资也受到严格审查。海航资金链开始日渐吃紧，不得不变卖资产自救，例如出售所持希尔顿酒店和德意志银行的股份，出售在香港、澳门、澳洲等地买下的地产项目等。尽管抛售资产回笼了一部分资金，但远远不够填补债务黑洞。2019年底，海航仍在苦苦支撑。然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出现新冠疫情。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航空旅游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寒冬。对本就资金断流的海航来说，这无异于灭顶之灾。大量航班停飞，收入骤减，但庞大的债务利息和运营成本却一分不能少。2月底，海航集团终于资不抵债，宣告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为防止这家巨无霸企业的倒下引发社会动荡和金融风险，中共政府决定直接出手介入。2020年2月29日，由海南省政府牵头的联合工作组正式进驻海航集团，对其展开全面接管和风险处置。官方措辞是协助企业尽快复工运营，维护正常经营秩序，但实质上，海航已经被政府接管托管，宣告帝国的破产重组进程正式启动。工作组进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摸清海航这座迷宫的债务真相。此前，海航集团旗下产业众多，结构极为复杂，2000多家关联企业错综交织，究竟总资产多少，总负债多少，连海航自己恐怕都说不清楚。国家工作组用了好几个月时间，对海航集团及下属企业的资产、负债、股权和各类往来账逐一清查，终于绘制出一幅完整的海航债务地图。结果触目惊心，海航集团确认的总债权金额高达 1.1 万亿元，涉及债权人和股东超过43万人，是真正的千亿债务，几十万人受牵连的庞然大案。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破产重整案例。工作组的人士感慨地说，海航资产和负债的巨大落差已经到了卖光资产也无法偿债的地步。帝国看似拥有众多酒店、飞机、地产和公司股权，但债主们排起的长龙更长，早把这些资产抵押得所剩无几。2021年，海航集团正式进入破产重整司法程序。政府主导下的重整方案核心有3点：债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变卖非核心资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引入的一位白武士——辽宁方大集团。方大集团是一家成立于2000年的东北民营企业，主营钢铁、碳素、新材料和医药，在业内以善于兼并重组知名。方大董事长方威有并购狂人之称，曾成功重组多家国企。这次方大受政府邀请南下海南，成为海航重整的战头，以实际行动证明，当民营巨舰触礁后，还得由国家出面找来救火队。2022年初，方大集团正式接手海航航空主业的经营管理。在新东家治下，海航开始了脱胎换骨般的开源节流。方威上任后，第一刀就砍向挥霍无度的管理层开支。海航高管的年薪从平均4077万元骤降到92万元，公司给高管配的豪华专车队统统取消，办公室里花钱租摆的新鲜绿植也被换成了便宜的塑料假花。员工们戏称，方大让曾经奢华无度的海航开始啃土过日子了。更大的变革在于业务结构的重组，方大果断砍掉了海航集团 83% 的非航空类资产，只保留与航空运输直接相关的核心资产。也就是说，
海航从原来7、8个产业板块的庞杂集团，回归成了一个专注航空运输的公司，其他酒店、地产、金融、零售等旁枝末节该卖的卖，该关的关。方大还引入了华为的 IPD 管理系统，对海航进行管理升级，将决策层级从原先的11级精简到5级，采购流程从90天缩短到45天，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海航这个病入膏肓的巨人焕发了新生。曾经那个盲目扩张的资本赌徒，正在变回踏踏实实搞航空的务实经营者。方大的进驻以及后续资产处置，让海航最危险的时刻得以平稳度过。海航航空主业保住了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像安邦、明天系那样被直接拆解清算，但这并不意味着天大的债务就此烟消云散。事实上，巨额债务的处理最终是通过社会化摊派方式解决的，也就是全民买单。首先，海航通过破产重整，将超过1万亿元的债权进行了分类处理，相当一部分债务转为股权，由债权人集体成为重整后公司的股东。这实际上就是债权人被迫接受减免，用未来不确定的股权收益来冲抵现金债权，等于消化掉了大笔债务。换言之，很多银行贷款、供应商欠款最后只拿到几折甚至更低清偿率，其余就此认赔。这些损失归根结底由企业、银行背后的普通股民和储户承担，间接算到老百姓头上。其次，一些债务则透过政府接手的方式隐性化了，比如海航旗下有家上市公司供销大集，负债累累，后来其大部分债务被转移给海航集团的一家清算信托，再由某央企系企业以较低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实质上是由国家相关机构帮他偿了债。这类曲线救企业的操作，表面上看不见政府直接注资，但实际效果相当于国家用公共资金把烂摊子接了过去。还有不少海航欠下的金融机构贷款，最终转由国有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要么展期拖延慢慢消化，要么折价打包处理掉。这些都属于中共政府兜底的体现，不让海航的债务雪崩伤及经济全局，而是用国家信用和资金把窟窿填上，让损失摊到更广泛的财政、金融体系中去。算一笔账，如果以6000亿元窟窿来计算，中国14亿人实际上人均要为海航债务承担超过400元。虽然不会有人真的收到让你交钱的账单，但这些成本隐藏在金融体系的不良中，由政府和银行慢慢消化，最终影响的是公共利益。这正是海航崩塌带给全体国民的隐形代价，也是全民买单的真意所在。经过重整后的海航，如今专注于航空主业，在新股东方大集团的管理下努力改善经营。然而，巨额债务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截至2024年底，海南航空控股的资产负债率依然高达 98.9%， 几乎处于完全靠负债运转的状态。其中还有648亿元人民币的长期外币贷款没有解决。由于海航约 75% 的运营飞机是以租赁方式取得，每年需要支付固定租金，而且还债几乎全靠人民币收入。一旦人民币汇率每贬值 1%， 就会增加约6亿多元的财务亏损。这种利润对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远高于同行，说明海航的财务压力依然巨大。同时，海航重整后虽然瘦身不少，但历史遗留问题并非完全消除。比如，曾经挂靠在海航名下的一些培训学校，房地产产权纠纷仍在处理中。重整后，管理团队的频繁调整也给公司长期战略带来挑战。更现实的是，市场竞争的压力。2024年整年，海航控股仍然亏损，是中国主要民营航空公司中唯一一家没能恢复盈利的。国内民航市场经过疫情洗礼后，竞争更趋激烈，油价高企，国际航线复苏缓慢，海南航空要重新建立稳健的盈利模式并非易事。海航这个品牌过去几年的信用危机和负面新闻也对其形象造成打击，需要时间重塑公众和合作伙伴的信任。在海航帝国最终走向破产重整的过程中，集团主要责任人也受到了法律追究。2021年，陈峰等多名高管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随后进入司法程序。
根据财新等媒体披露的信息，陈峰被指控涉及职务侵占、欺诈贷款等多项罪名。2023年年底，海口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陈峰数罪并罚，处有期徒刑12年，罚金2.21亿元，并没收个人财产4000万元。海航集团其他相关高管也分别领刑。曾经意气风发的资本大佬，最终以铁窗生涯收场，让人不胜唏嘘。回首海航30年的兴衰，这是一部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缩影史，更是一个企业贪婪膨胀最终反噬自身的警示录。海航的崛起靠的是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机遇和大胆创新，海航的衰败则源于无节制的野心和对风险的漠视。当高杠杆资本游戏玩到极致，企业一旦失控，其债务巨雷波及的就不只是自己，而是无数相关方和整个社会。最终，海航留下的烂摊子需要举国之力来清理。这既体现了中国体制下政府维稳救场的特色，也暴露出由全民埋单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有人将海航之道比作中国版的安然事件或雷曼时刻，所幸中国政府强力介入，避免了一场金融连锁风暴。但从长远看，如何防范下一个海航的出现，如何让企业融资行为更加透明理性，让权力不再成为资本的庇护伞，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对普罗大众而言，海航的故事也提供了一课：当看到某企业疯狂扩张、大举借债时，也许辉煌表象下潜藏着巨大风险，而一旦它倒下，最终买单的可能是你我。当然，对于曾经身在局中的陈峰们而言，他们或许早已忘记了创业初心和底线在哪里。一如陈峰自己曾感叹的那样，人走着走着就忘了初心。海航崩塌的教训值得每一个企业经营者和决策者长久铭记。